大家好，欢迎来到弱电不断电。现在许多住家或者是办公室装修之后，桌上或者是墙壁都会安装像这样的资讯插座。除了比较美观之外，也让我们家里或者是公司都变得非常的智能。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资讯插座该如何更换以及安装，就让我们一起来实际操作吧。资讯插座的安装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网络连接的便利性以及效率。常见的安装位置包含：第一，客厅可以连接智慧电视、游戏机或者是分享器，提升娱乐的体验，简化设备连接，减少线缆的混乱。第二，办公桌，办公桌的电脑可以直接就近取得电源、网络以及电话孔，减少长距离布线的需求。可以提升使用的方便性。第三，安装在房间，可以随时充电并且连接网络，隐藏布线的方式，保持房间的整洁，适合需要隐蔽线路连接的地方。第四，会议室，开会的时候，电脑可以立即准备完成，马上上线，提升会议的效率。资讯插座常见的功能，第一，网路孔，就像上面这样，可以提供有线网络的连接，支援各种网络的设备。第二，电话孔，可以提供电话线的接口，支援传统电话的连接或者是传真机。第三，天线或者是同轴的孔，可以连接户外天线或者是第四台的讯号线。第四 ，USB 孔，可以提供 USB 设备充电。例如说手机、平板，还可以省去豆腐头的空间。第五，电源孔，可以提供电源给附近的设备连接。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资讯插座呢？第一，插座如果故障了，例如说有遇到接触不良，或者是无法供电，甚至怎么接都没有反应，这就是需要更换资讯插座的时候。第二，网络的速度如果变慢了，或者是不稳定，例如说我们接上像这种网路孔，结果我们速度常常有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更换。第三是有升级的需求，例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网路孔，以前可能用的是 Cat5 的网路孔，但是我们最近需要把网络速度升级，我们就可以把它升级，更换这个头，把它换成 Cat6。以上是跟各位说明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资讯插座。我们如果要安装一个网路孔的资讯插座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动作，最主要就是要把我们网路线先拨线。那网路线拨线的话，我们就用到这个拨线钳的部分。OK， 那我们接好之后，这边拨线钳的部分，我们给它绕个2圈左右之后，我们拉开。拉开之后呢，我们这个皮把它剥掉。皮剥掉之后，再来我们会看到有没有这个虚线的部分。虚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斜口钳把它剪掉。OK， 好，那虚线的部分剪掉之后，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网路线的部分，我们可以先向四周拉。那因为我们用的是 Cat6 的网路线，所以我们中间会有这个塑胶芯的部分，我们一样把它剪断。剪断之后呢，接着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这些芯的部分，把它一芯一芯把它分开，就像这样子。那我们把这些芯拨开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顺这些线就是我们这个顺线的部分，我们要把它拉直，这样等一下我们再接我们的孔的部分就会比较方便。好，那我们这个网路孔的资讯插座的话，翻过来之后，这里会有一个它的保护盖。保护盖的话，从两侧旁边这里捏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盖子把它打开。那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分 A 跟 B。那我们这正常的话，我们都是照 B 的接法下去接。那翻过来这边也是一样，
有分 A 跟 B， 我们就照 B 的接法。我这边有一个小诀窍告诉大家，也就是例如说我右边这边的话是棕色跟蓝色，我们就把我们网路线棕色跟蓝色放在一边。好，那翻过来这边是橙跟绿，我们就橙跟绿放一边。OK， 好，那好了之后，我们先看这边好，我从我这个方向过去的话是蓝白，再来是蓝，中白，再来是中。好，那我这边线给它挂下去。好，这边我们压下去。压下去之后，那我们就照我们刚刚要的颜色，第一个的话是蓝白，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蓝白的线拉出来，好，像这样拉出来，好，这里第一个孔的部分，有一个缝，我们把它压下去 ，OK， 那接着的话是蓝，好，一样，像这样子，可以左右两边把它压下去，好，那再来的话是中白。压下去，再来的话是棕，好，棕色的部分，好，一样，第四个把它压下去，好，那再来我们看左边，好，绿，再来绿白 ，OK， 好，那我们就是接我们的绿，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绿色拉出来，一样从这里，好，把它往下压，好，接着是我们的绿白，一样稍微折一下之后。好，从第二个位置这边往下压，绿，再来是绿白，再来的话是棕色，抱歉是橙色，这边的话是橙色，一样把它往下压，好，再来是橙白，一样，好，这边好往下压，好，这样子我们就是把我们的4对星都已经接到我们的资讯插座上面，好，那接好之后，我们接着要用我们的这个小工具，好，把这个线把它打进去，好，打进去的话一样，好，在每个线的这个孔的位置，好，我们就是把它用力往内压，好，你会感觉到一个开一下的感觉，好这时候线就已经钉在上面了 ，OK， 像这样子 ，OK， 好，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好，那我们都把它打起来。好，那如果没有打好的，可以用力再打一次。都打好之后呢，好，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线都顶在最下方。顶在最下方之后，我们再用我们的斜口钳 ，OK， 把我们这个线头的部分，好，把它剪掉。好，这边也是一样。OK， 那接着剪掉之后，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刚刚这个盖子，好，再把它盖回去。好，这样子我们的网路线的资讯插座就安装完成了。USB 充电插座的安装方式：第一，将原本电源插座的火线跟地线拔出来。如果没有多的电源线，可从旁边的线分接出来使用。第二，将火线和地线插入 USB 插座内的电源孔。第三，确认 USB 孔的方向，将插座固定于塑胶座内。这边补充一下，资讯插座建议安装于立面，尽量不要安装于平面，避免说我们打翻我们的水或者是饮料的时候，造成资讯插座的故障。好，我们现在要来跟各位分享是如何连接我们一般这种电话孔的资讯插座。首先，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我们会看到我们背后有左右2排的这些孔。好，那这些孔的话，我们的电话线2芯来的话，我们就是接在最上面这2个孔，各一个。好，那例如说我们现在拿蓝色这个部分，蓝色这一芯，我们就把它插入我们最上面这个孔。好，插的时候要用力往内插。好，要有插进去的感觉，好，然后插到拔不出来，这样才是正确的。好，那我们另外这一芯就插上我们左边的这一个孔，一样插进去之后，我们就把它往内推，好，往内推，然后拉拉看，好，不会掉出来，好，这样才是正确的。这样子我们的电话孔的部分就安装完成了。当我们把资讯插座或者是电源插座的部分都已经装好之后，那我们接着就是要来把这些插座固定到我们的墙面的它的这个就是壁面上面来那我们可以
拉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像它这边的话，就是背后，那我们不管是资讯插座的电话的啦，或者是网路孔的部分，它这上下都有这个卡榫，那我们就是像这样子往下靠上去，然后上面这个卡榫的部分，用力往内推，我们可以听到咔一声 ，OK， 好，那另外这个 USB 的部分也是一样，那我们也是下面先靠上，那上面的部分一样，往内推。OK， 好，接好之后，我们墙壁上面就会长这样啊。注意，如果要漂亮它的正面它的上下就要自己留意好。然后好了之后，这个固定在我们墙面上之后，那上面这个盖子我们再把它盖回去。好，盖回去一样，稍微往内推，好，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那我们针对今天的内容，帮大家做个重点整理。第一，装修的时候安装资讯插座，美观又方便。第二，除了基本的网路孔和电话孔之外，还可以增加 USB 充电孔，节省我们去找豆腐头的时间。第三，资讯插座的网路速度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换为 Cat 6的网路插座。第四，资讯插座尽量安装于立面，会比较稳定哦。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的频道的影片内容有兴趣，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帮我们按个赞，同时也请您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也别忘记了要帮我们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